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年啊，就突然你会发现，就商业街一个人都没有，实体店呢也是空的啊。你像这种，你说咱们大连开发区呢，154万人口，他们都去哪里了呢？道上空无一人。今年这是怎么了？这大过年的，马上过年，你看这商场，恒隆广场，大连最好的商场都没有人啊！啊，你看看，这是为什么？你能告我这是为什么吗？我想不明白了。在中国新年前夕，习近平赴东北辽宁考察，官媒塑造一片当地张灯结彩、习近平深受民众爱戴的形象。但是评论认为，东北3省老工业城人口出走，经济放缓，已经陷入贫穷的困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表示，1月23号，习近平赴辽宁省沈阳市考察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和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小区。官媒称，习近平要了解当地的节日期间的市场供应、群众生活保障等。就在前一天，习近平还前往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祝家沟村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查看去年洪涝灾害后当地恢复重建的情况。葫芦岛在去年8月遭遇破纪录的豪雨袭击，数十人遇难失联，灾害损失超过人民币100亿元。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表示，习近平以慰问去年洪灾受灾民众为名，访问辽宁省葫芦岛。洪灾已经过去半年多，灾后重建工作几乎结束。从画面看来，现场布置和群众互动更像是精心策划的群众戏剧。陈破空表示，东北现在是中国最贫穷的区域，财政长期亏损。由于中共中央财政拨款枯竭，当地无法指望实质性援助。而这次习近平春节前的作秀到东北去，只是起到安抚的作用，适度缓解地方不满情绪而已。沈阳是东北地区的经济和商贸中心，我们来看看那里现状是什么样。现在沈阳的失业率还是很可怕的，基本上年轻人要不就送个外卖，要不女生就是做线上 KTV 做娱乐主播，男的年轻人就送外卖，要不就做个电销，现在就这工作。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互联网企业，你像北上广深呢，人家都有这种大型互联网企业，包括一些超大规模的工厂。沈阳虽然差，但也比周边的城市好一些，周边的城市像本溪什么葫芦岛这些就更差，所以说会吸了很多周边城镇的人口。周边好多小城市基本人都快走干净了，年轻人基本都走干净，都来到沈阳了。来沈阳就开始卷餐饮呗，卷旅游业，卷一些服务产业，因为基本上没有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都是第三产业。在沈阳，你不得不接受的4大现实：第一，根本找不到好工作，工资低的呢可怜不说，一个月赚4000那就不错了。如果说你一个月赚6、7千啊，那就是高薪了。第二，就说现在这物价，吃个早餐都得10几、20几块钱，如果想吃顿好的啊，好几百就干进去了。第三，工作压力大，压力大的都让人喘不过气来，每天睁开眼睛就是赚钱。第四，在沈阳普通老百姓，你要想办点什么事儿啊，你没人根本帮不了，大事小事你都得找人托关系。你们说我说的对不？欢迎来评论区聊一聊。科学历在沈阳真的只能进厂吗？我朋友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简历也投了好几百份，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月薪4500的工作，去试岗7天还给辞退了，最后工资都没有拿到。真的想不到本科学历在沈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都说00后是来整顿职场的，可是现在连职场都进不去。如果现在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且收入可观，就算工作压力大一点，也不要轻易换工作。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工作就是为了更好的维持生活。其实很多岗位工作都是重复性的，无论做什么工作，时间长了都是会烦的，换到下一个也是一样。来沈阳2年，换了3份工作之后，才想明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才是我们最大的体面。大连是辽宁省一个重要的沿海港口城市，是东北主要的对外门户，那里情况也不乐观。每条街上都有很多闲置的店铺，在以前比较火爆的商业街上，也有很多店铺要出租或转让的。博主萍姐在大连做拉门的生意已经多年，她说今年生意最差。可能从明年开始，很多人就真的不过年了。今年呢，可能是很多普通人最后一个正常的春节了，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我记得往年这个时候，什么开年会呀、置办年货啊，各种抽奖活动什么的，热闹的不行。现在呢，在外面一点过节的气氛都没有。我一个黑龙江人在大连做推拉门14个年头了，就今年没有赚到钱，我都没有心情回家了。还有很多
餐饮、服装、美业都不景气，上班呢就更别提了，有一部分被裁员，更别提年终奖了。我估计明年大家手头更紧，过年的快乐算是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结束了。博主美琪姐表示，大连有不少人失业，生活压力很大。现在很多小公司都陆续倒闭，大公司呢也在降薪裁员，反而送外卖的快递员越来越多了，趋近于饱和，可以说是狼多肉少了。可能是很多下来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都会选择去开个出租车呀、网约车呀、送外卖呀、送快递这样的工作过渡一下。而且大连现在属于一个高消费、低收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消费非常的高，就是说现在一个人吧，在单位拿一份工资需要干3个人左右的这样的工作量，就压力很大，所以大家呢都很想辞职，但是又怕辞职了之后找不到工作，所以顶着生活的这个压力，还是要赚这份工资的。东北工业产值持续下降，人口严重流失到外省去，导致东北人口急剧减少，生育率也降至全国最低。每年下降幅度高达30%。这博主分析了东北人口流失的几个原因。有人说你们东北人现在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在东北却越来越少。没错，东北3省总人口数比10年前要少了1100多万。其实咱们都不用看这个数据，咱们就看南方的大街小巷，到处全都是东北的口音，哪都是东北的人，你就知道东北这些年输出了多少人口。在东北的36个行政地区，除了长春、沈阳、哈尔滨以外，其余的33个城市的人口一直都是在负增长。我就想了一下，你们听是不是这么回事？这第一，咱们都知道东北的冬天特别的冷，整个东北有实力的人一到冬天都喜欢去三亚，现在的三亚都快成咱们东北的了。这第二就是资源枯竭，都知道东北的资源丰富，建国以后作为共和国长子，源源不断的输出了煤炭、石油、木材、粮食，养活了大半个中国。现在这些都枯竭了。东北作为祖国的大粮仓，主要的农作物就是苞米和水稻，价格还贼拉的便宜。这第三就是产业单一，没有大的企业拉动不了 GDP， 也流失了大量的人才。东北的兴衰从鹤岗见为支柱。鹤岗位于黑龙江省北部，是一个资源的城市，曾因为煤炭而繁荣，也因为煤炭的衰落而凋落。失去煤炭业的支撑，鹤岗经济跌入谷底，城市变成鬼城。住房自然是无人问津，房价跌到白菜价，大众往往花几万块钱就能买到一套公寓。看见了吗，朋友们？这一片区啊，全是这种新房子，2万块钱一套，这边都是啊，配套啥的都非常的好。滨河南小区，在这个附近呢，配套的所有的生活设施啥的，你们看一下啊，也非常齐全。整个这块的早市、超市，你看都有啊。旁边这块公交车站，这块公交车交通也非常的方便。这人老厚了，这大集上卖新鲜的水果蔬菜，扣个小棚，这都有卖的。一进入户门大堂，老暖和了，一梯3户的格局，白钢扶手，然后楼梯间带暖气，特别暖和。这小房采光看了吗？嘎嘎好啊，2万块钱一套房，房本面积是67平米，将近70平米房子，桌儿啥的全贴完了，朋友们看了吗？老大的卫生间。一梯3户，中间户，这就所谓啥呢？3洋房。这厨房，厨房砖也贴完了。大卧室，大卧室真大呀，这屋说话都带回音的，举架啥的也特别高，想打个小2楼啥的也没问题。来自福建省福清市小钟在视频中介绍说，在鹤岗买2万多的房子，周边配套非常齐全，快递、理发店、便利店、超市、早市、饭店什么都有，下楼就能买东西，而且物美价廉，不需要开车。最早以前刷到鹤岗房价便宜，但是以为房价便宜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以为是离市中心起码大几10公里这样子。来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房价便宜的地方也就离市中心7、8公里的路，坐公交车的话不到1个小时就到了，开车半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到达。而且鹤岗是一个地级市，它在市中心的话啥东西都有卖，市中心非常的热闹。在我们外面大城市能够买得到的东西的话，它这边基本上也能买得到。所以个人认为，如果想要安家在鹤岗的话，倒不必考虑说生活方不方便，比我们想象中的好太多了。因为首先房子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一应俱全。再有的话，实际上我们即便说在我们自己的城市，也不一定人人都是住在城市中心的。那这边去城市中心的话，甚至可能比我们老家去城市中心还要更近得多。小钟介绍说，有2类人士比较适合到鹤岗安家落户，一个是他已经财富自由了，
不用考虑后期生活成本了，他就可以在那边以低价买一套房子，就能过得不错，因为那里物价比较低。另外呢，鹤岗就业机会相对比较有限，如果有人是通过互联网或者通过电脑工作的话，他在鹤岗也能过得挺好。所以买不买房取决于自己的经济状况和自己对未来的规划。鹤岗市政府2019年、2020年连续2年无力偿付到期政府债务本金及利息，成为中国1949年以来第一个债务违约的地级市。鹤岗濒临破产，需要财务重整。那什么是财政重整呢？就是想破产，但破产不了，只能想办法开源节流了。政府产生财政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低迷。首先啊，银行之所以敢把钱借给地方政府、借给国企，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地方政府的手里的土地之钱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从而呢就可以作为还款的保证了。然而2021年，中国绝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大幅度减少，很多城市跌幅在50%以上，地都卖不出去了，怎么还银行贷款呢？那政府又不能破产呢，只能换个好听点的名字，叫财政重整吧。那其实说到底还是房地产惹的祸，房价就是地方政府给推上去的。那现在房子不好卖了，地方政府也陷入危机了。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办法啊，就是大力的去推广房产税，就是源源不断的一个收入了。以后呢，土地出让金可以象征性的缴纳一点，甚至不缴纳也行，把房子的成本降下来，让你有钱买，但是你住进去之后呢，要定期缴税，跟分期付款差不多。如果真这么搞啊，那帮炒房客就该慌了。鹤岗还只是冰山一角，东北全境内许多县市房价都跌成白菜价，差不多都鹤岗化了。大家过去嘲笑鹤岗房子滞销，人员大幅外流，然而这已经成为了全国化的现象。根据媒体的报道，去年9月，中国25个省、95座城市的房价朝鹤岗化发展，就连经济发达的京津冀、珠三角、成渝等地也被鹤岗化城市包围，房价跌至10几万甚至几万人民币。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